茶油的话，我们平时是不是吃的很多啊？相对于菜籽油，茶油会贵好多。其实市面上称为茶油的油的话，大体可以分成3种：茶油、山茶油、油茶油。晕了没？啊，其实，在大家眼里，是不是觉得都差不多呀？有区别吗？当然有区别。怎么区别这3者呢？这要从它的原植物说起。这3种油的话，对应的原植物分别是茶树、山茶花树，还有油茶树。在现实中的话，我们把山茶花树、油茶树、茶树3者混为一谈的人是大有人在的。今天我就跟大家聊聊它们的区别。山茶花树、油茶树、茶树，除了名称中都有茶这个字外，其实3者都属于什么？山茶科的山茶属的植物，但是呢，分别属于山茶属的不同的树种，属于近缘植物，因此它们很有相似性。对照着这张图，先来说说茶树，这个相信大家最熟悉了，它的嫩芽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常常喝的茶。在很多地方的话都能看到那些被修剪的矮矮的一茬一茬的茶树，是一种灌木或者小乔木，它的叶是呈格质的长圆形或者椭圆形。茶树的叶子的话是可以制成茶的，而茶树的籽的果实是比较小的，多为呈三角形三角形分成3瓣的感觉。直径的话一般是1到2厘米，所以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。它的出油率的话是比这个油茶籽的出油率要低非常非常多。种茶树的目的就在于什么？采茶叶呀。因此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的话，这个茶油并不常见，而且它的口感没有油茶油那么好。那说山茶树的话，可能大家不知道，如果我说它的花就是我们平时看的非常艳丽的什么茶花呀，大家是不是就明白了？原来就是它呀。茶花的话有不同程度的什么红色紫色白色黄色，各种各样颜色的花种所以的话甚至还有一些色彩斑斓的茶花，是我国特产的传统名贵花卉。茶花的果实的话是树果，内含有种子树粒，黑色，里边也是脂肪比较多的。一般的话做花卉欣赏比较多，山茶油也不常见。那油茶的话是什么呢？它是多年生的木本油料作物，油茶作为我国也是特有的。油茶树的话是一个常绿的灌木或小乔木，相对来说比较高，叶格质椭圆形或者卵状的椭圆形都有油茶树的树果的话，它是一个球形的，比较大，相对来说前面2个的话大很多，有些的话甚至能够大到像鹅蛋一样那么大。它的果瓣是比较厚的，而且木质化，里边的话一般的话会有黑褐色的种子2到4颗。外壳的话，这个种子外壳是比较有光泽的，它这个出油率就比较高，可以达到23%到25%。所以的话，从它这个出油率来说的话，而且的话，它这个不受虫害侵袭，整个生产过程中呢，不用施任何的农药，相对来说是比较天然环保的是一种高级的食用植物油。市面上的话，这种茶油基本上就是由这种油茶树生产得到的。那我们目前市面上存在的用什么菜籽油或豆油冒充茶油的现象，也是防不胜防的，也是有的。怎么区分呢？油茶油的话，它的色泽是呈金黄色或浅黄色，品质纯净，澄清透明，气味的话是比较清香的。相对来说的话，菜籽油的话，它颜色要深很多。菜籽油的色泽是呈棕黄色，它还有一定的刺激味道，气味是蛮特别的。这个大家都说有着清气味，这种清气味的话，其实是因为它里含有一定的芥子苷导致的。所以的话，在我们一般的情况下，在食用过程中都是要起油锅给它熬一熬，把这个加热去掉也就是这个道理。
那大豆油的话，跟山茶油颜色它其实是比较相近的，成本又低，是不是？所以的话，成为造假的首选。那我们可以首先看油的透明度，真茶油的这个色泽的话是金黄、纯净透明，而我们这个还可以进一步做它的冷冻实验，也就是说，真茶油的话，它是不会被冻住的，温度太低可能会有稍许的一点结晶，因为好一点的茶油都是经过低温压榨出来的。一般的调和油的话，会像水一样不粘稠，但品质好的这个山茶油的话，晶莹剔透，是完全可以从肉眼上区分其有质感的粘稠度，还有可以品尝它的味道。纯正的山茶油的话，你放在嘴巴里啊，它这个口感会非常的清爽爽滑。比如当你直接抿一口山茶油，喉咙会有明显的清香味道，其中还会掺杂一些细微的苦味。若当你品尝山茶油后，会发现觉得这个油非常粘稠，还夹杂着这种异味，那就不对了，有可能就是掺了味，或者是它是假的。然后我们再用手摸一摸，我们可以从油腻的程度上来区分真假茶油。将茶油的话抹在手上，能够迅速的吸收的，说明这个茶油的品质是比较好的。那油腻腻的，就附着在这个皮肤的表面，说明不是好茶油，或者说是它是假的茶油。那我们化妆品的茶油跟食用的茶油有什么不同呢？来源更多样，而且的话，它的纯度要求是不同的，是有区别的。一般的情况下，它是经过纯化的，所以大家要注意，不能直接拿我们食用的茶油给宝宝用。好，本节知识点就到这里。